好了，各位，这个声音 O 不 OK 啊？我已经为了符合大家的标准，已经尽量使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辅助。第一个，我今天有麦克风，那我不知道各位听起来声音觉得怎么样？那第二个，今日用的应该都是大家可以看得清楚的，这个镜头和界面。唯一的无奈也就是你看我脸看起来红不拉几的，但是因为没办法，我家这是在我卧室啊，就是只有黄光灯啊。那白光灯呢，我把丢在办公室的，上次搬家的时候丢过去之后都没有拿回来，所以请大家见谅这个光度。那如果我用 AI 要调亮光度的话，我电脑可能会烧掉。我不是没开美白灯的，我没有开直播用的那个灯呐、我跟你讲，来，NVIDIA 不是没有这个功能，它有这个功能叫做虚拟补光灯。你看一下哦，它有多刺激呢？我一开，马上 GPU 就直接变红，亮不亮？亮。但问题是 GPU 可能会烧掉，这就是一个麻烦的地方。哎，我如果 GPU 烧掉，那到时候抱怨我脸很暗的人，记得要赔我钱呐、不然要怎么办？声音稍微有点距离感，那有距离感一律调大到15 dB，这是郭鬼鬼秘传，就是声音一路开灯开到这样子。那不然怎么办呢？现在看起来是亮啊，但亮就是要牺牲 GPU 的温度啊，一路它都是90%的温度，你看开不开心？这个我就不抱怨啊。那怎么用手机开灯？我手机要拿来当 AP 好不好？今天有活动，先抖一把开场好了。今天的活动就是大家每天都讲，每次都讲说，哎呀，我一定要这个听一个看一个什么这个晚间的直播啊，这样子才过瘾，我才有时间看。好啊，可以啊。上一次我们讲那个美国对于解放军的分析，那个时候达标，懂的人够多，所以我们就有现在的这一次直播。那这一次同样，我们也在1个小时之内呢。各位如果参与活动呢，有足够的人数的话，我们就下一个周末再开一次直播。我想要讲的是美军的自己对自己的实力分析报告，而且是美国智库内部的内参，实际上讲讲美方到底有多少实力。你用美方的资料讲美军，这种不会抱怨我这个通敌或者是引用匪方资源的吧？那还不止，那我也用这个资料推断解放军会如何掌握这一个契机。那身为台湾的民众啊，你要明白的是，你如果永远都仰赖美方，那就不一定啊，那就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因为2027年的时候，在这一个智库自己的报告里面，它的问题是在于美方的装备正到老化，30年、40年正要淘汰的时候，而中方的装备正追上来。所以2027年除了要战之必胜之外，对解放军来讲，我的设备热腾腾的，我的东西刚下水，正是生龙活虎的时候，美方就已经老旧了，就已经该退役要退役了。这时候美方怎么办？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哦。你不要听那些什么说什么台湾好棒棒，有 AI 的这个背景，有 AI 的智库，但我告诉你，它老旧就是老旧，没有办法在短短的2年、3年之内，美方没办法下水饺。我补充一个数据啦，好啦，这个也不知道会不会过，也不知道会不会过。
如果没过，那就算了。我今天先讲，你知道美方的智库内部透露的数据是，中方的造船能力是美军的多少倍？你各位可以猜猜看，你各位可以猜猜看，你觉得中方包含了解放军的军用造船，包含了民用造船，总共有多少造船的实力是美方的多少倍？你可以猜猜看，如果想要猜的人，随便在底下留言画虾。小股先是200，哇！一开始第一个人就猜很开心的一个数字，来来来，250倍、100倍、200倍、300倍，好，大家在画虾，对不对？来，可是我要讲的是啊，很接近，很接近。我跟你讲，现在台派如果看到这个数字，一定说：“哎呀，都是斗匪在自己画虾。”但我告诉你，这是美方保守派智库的内参啊，这可不是我讲的。我告诉你，exactly 是243倍，不是100倍，不是150倍，不是200倍，是243倍。那你看243倍的造船能力，而且现在美方是落后的。那你说在2年之内，美方要追上中方，基本上绝无可能。不是我们要以美或是吹美，这是美方自己的评估啊。你今天偏美、挺美而不知美，那注定要被人家出卖。243倍啊！那你说243倍要怎么追上？我跟你讲，美方自己也追不上，所以他为什么把韩国的大韩民国的造船业拉进来？就是他要在分开不同的地方找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来支援他的造船业，否则完全追不上。2个国家造可能都追不上。那我这样讲，你要怎么讲呢？没关系，到时候如果可以做了，那个报告我看得很熟，准备的很好，所以应该还蛮完整的。那所以这个前面郭佳佳说直播，对啊，这直播啊，不也不要讲飞弹对轰了，那光是载台就差制造能力就差243倍，更别提台湾的问题一直在战略上是距美国太远，距中国太近。美方没有办法在这么遥远的地方维持所谓的空海优势，而没有空优，没有海优，基本上美方可能就不会作战。近几年美方只要有空优才会出兵，如果没有空优，什么都不会派过去。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了，有网友说什么才多少人？哎，我一向都很感谢啊。晚上跨年的时间，台北虽然下雨，但是有这么多网友愿意来，我很感谢。但没关系，今天听到赚到，好不好？海南封关这件事情呢，大部分网友，台湾的网友都觉得与我无关，中方的网友就觉得啊，那就是海南的事情。但是不对，这是很大的一盘战略规划，你要了解上级在想什么，然后美方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你才能够有足够大的大局观呢？如果你今天没有大局观的话，股票投资赚不了钱嘛，未来的局势掌握不了啊。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什么都不行。所以了解国际观是在这个中美决胜的局势里面，真正让自己能够赚钱、存活，而且能够茁壮的一个做法。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你有知识，过得好，
能赚钱，平平安安的度过，不要被人骗。那我先念一下这边的个人的状况是，Benny 后欢迎加入小宅，然后这个新北卤肉2121教小宅，陈小润小宅，P 113小宅，米秀秋2570欢迎加入社会宅，TOTW 说今天有活动，先抖一把开场，JI1107MH 说今年最后一抖，先出门购物晚点回来。1冒1新年快乐 ！Eastchey 说想知道美军的实力分析。黑书啊随恒说阿鲁巴黑斯反抗军人的重宅们 Happy New Year 2026。那 TLTW 说不知道这个留言会不会过？28岁3800吨的班超号都能吓跑7岁8000吨的乌鲁木齐舰，一定要过才行。不要这么说了，这个是大家你内心觉得。杯弓蛇影也有一个说法是，你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一点。坏掉龙酒说，请支持跨年用超好吃信公猪肉串竹签担任阿鲁巴老猪，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为老猪祝福打气，谢谢。开场是不过10分钟，已经有11个人抖内，蛙子谢谢你的抖内说支援，然后Lisa Lee 新年快乐，最近好像是新同学。Mr. Akases 说支持九哥使用跨年用超好吃信公猪肉串竹签单人阿鲁巴猪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播点起来，有余力者请移驾至阿宅福利社购买精选商品，谢谢。这个 Zoe Chow 祝线上的朋友们新年快乐，猪大新年快乐。亮 CC 说支持衡量帝王蟹基金，哎，不要说了，蔡正元都定验了，这个真是很尴尬。黄小信，谢谢你的抖内。这个 TSP Chin 说 Happy New Year, wish you have a fabulous 2026. Remember to eat 12 grapes at midnight for good luck. No idea why show account error when trying to donate. We'll try later. Maybe there's a sensitive issue or words. Sakura 6朱大新年快乐！好啦，我还是觉得很遗憾啊，就是蔡正元博士已经确定这个没有办法再上诉了。西屯金正恩说：“新居大吉，愿你的生活温润顺遂，常有惊喜。”好，就这样子了。乌鲁木齐是地名啊，好不好？你说班超吓走当时的可汗，可能还说得过去啊。Chloe Shubley 说：“感谢朱大2025平安回来，大家新年快乐。” Landis Core 8446朱大吉线上朋友们 Happy New Year 2026。哎，如果有人联络了上可能还在住院的 L 小戴的话，今天内容有一部分跟他有关系，跟新加坡有关系，有空可以通知他来看一下。因为海南这件事情其实跟新加坡也有关系，虽然讲起来好像觉得没有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很抱歉，这是国际局势这一盘棋啊。所以我们的标题列在跨几类，标题是什么？202512月18号海南岛封关，封关到底是为什么？经济上的目标叫取代新加坡，军事上的目标叫锁台预演。那北京布下的这一局棋呢，有多大？有多大就听我好好的说啦。我们先这样讲，第一个，2025年12月18号，中国正式启动了海南，中国正式启动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英文叫做 Hainan Free Trade Port（FTP），全岛封关运作。你讲封关，好像大家会听不太懂，它的英文更简单 ，Island-wide Customs Closure Operation， 全岛的海关都封锁起来，它变成一个独立的关税实体。那这是一个中方改革开放之中极具野心的历史性时刻。过去世界各国有类似的行动，但没有这么大规模的。
这是把3.5万平方公里跟1000万人口的省份转化为境内关外特殊海关监管区域，更是在全球地缘碎片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复杂背景下，北京当局所做的一局战略大棋。我今天的直播要超越传统的经济效益评估，不讲经济效益，因为这不是短期看得到的。我跟你讲，很多微博大 V 啊、听床师啊、台派啊、青鸟就很低级的讲说，哎呀，现在海南岛的居民啊过得不开心的生活啊，真糟糕啊！我们台湾千万不要这样子，不是嘛？你如果永远都带着反中滤镜，中方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烂的，那需要你讲嘛？我可以听更专业的人讲啊，去找几个有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来分析嘛。我听你这些阿萨布鲁人在那边说中方烂，中方烂，各种烂，我需要你讲嘛？我听你的，我真是妈谢谢你哦。那所以，我们讲的是地缘政治经济学 （geoeconomics）。然后聚焦于台湾视角，因为不好意思，我的观众大部分是台湾人。如果以后对岸网友变多，那也可以往不同的方向看。那我们想要剖析海南封关对中国的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意义，对全球的贸易航运秩序，也就是以前先到新加坡港，现在要到洋浦港比较近的时候，那对新加坡来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挑战？尤其是在两岸关系之中，作为统一预演跟压力测试的深层战略意义。那我们先讲什么叫封关。所谓的封关，不是物理上与世隔绝，而是海关监管边界的重构与法律地位的重新定义。那这个核心运作机制啊，包含了这是对岸的顺口溜吧，他就这样讲：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这是很大规模的35000平方公里的制度型开放实验，规模远超过过去的深圳特区或是上海浦东新区。好了，解释一下，什么叫一线放开？这个意思是海南跟境外，也就是包含了台湾、香港、澳门还有其他国家之间的边界呢，基本上是用极宽松的贸易管制。绝大多数的货物啊，除了极少数的负面清单之外，零关税进入，就是你是原料或是你是什么样子的产品呢？只有极少数被列负面，其他都是零关税进入。人员流动也是相对便利很多。但二线管住是什么意思？二线管住就是海南跟中国大陆内地之间的边界。这个边界呢，被赋予了新的海关监管职能，货物从海南进入中国大陆本土，必须要按进口的规定办理手续，缴纳关税、进口环节税，而且最关键的政策是加工增值30%免关税。也就是你如果进口原料在海南加工增值超过30%之后，可视为内部贸易货物免税进入中方国内的市场。什么意思？举个例子你输入棕榈油，经过提炼之后变成食用油，从100块增加价值到130块，免税直接进中方的内部流通。你输入橡胶到海南岛，橡胶一吨，我这个随便举例，100块，然后加工之后变130块，免税进入中方。所以这变成这是替海南岛找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我要特别讲，如果各位台湾的弟兄们有读地理的话，台湾是36000平方公里，海南岛是35000平方公里，有没有觉得数字很靠近呢？所以如果海南岛做得到的话，基本上台湾也做得到，所以就是这么巧。
就是这么巧，这变成一个很特殊的状况。那什么状况特殊？它有很多可以适应的地方。好，我们在讲岛内自由 （free flow within the island）。在海南岛内呢，货物、资金、人员、数据等生产要素实现自由流动，监管重心从边境审查转向事后追溯。事后追溯，哎，有网友不要急啦，我现在没有要谈什么正义使命2025这个演习，因为演习还没结束啊，你中间就谈是骗流量。我等演习结束之后，再找一天再好好的跟各位谈。什么叫好好跟各位谈？就是从头到尾，我们不要因为一个照片就吓了半死，但也不要因为一个照片就说那是象山拍的，中共的双尾蝎无人机根本拍不到啦，哇哈哈哈哈，这太丢搞了，这太丢搞了。我们慢慢来，有耐心来。那走那个角度呢，你就可以知道比较多，懂比较多，而不急。MA 法590虽然没有抖内，他说人目前在印度海德拉巴富士康出差打工仔，祝朱大跟各位新年快乐。哇哦，好。西西问说，海南岛会开放灰色产业吗？我们等下会讲这个东西很值得讨论。那我们这样讲，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海南封关之后，它的零关税产品原先是21%，大概1900项，大幅度提升74%，超过6600项。从生产设备、原物料到居民日常消费品的广泛领域，这一变化实质上把海南变成一个独立关税实体，既有中方的主权属性，又在经济运作上跟国际的高标准自由贸易规则接轨。哎呦，没想到这么快就达标了。好啦，这个既然达标了，那就跟各位讲新年快乐。我们就看看是这个礼拜天，或是下个礼拜六、下个礼拜天再来直播。王科说：“这直播间灯光这么暗，这我卧室啊，妈的卧室你要有什么探照灯？没有啦。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我以前是有补光灯，现在没有了。今天会陪大家倒数，今天会一路从2025年播到这个2026年。LZH L1K 说把海南的未来走向和台湾做比较，目前两岸政论应该是第一个。耶，不好意思，不是说我多厉害，而是我认为这个东西在数字上、在目的上、在执行手段上非常接近，而且我不受收视率影响，我不是电视台，我不是任何的这个传统媒体，所以对我来讲，我要谈的是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嘛。那演习不是不重要，而是我可以选择不要现在谈，不要现在谈。我有完美灯啊，但是我搬家，我昨天才刚搬完家，后面不是绿幕，我是直接用 NVIDIA 的 AI 去去背，所以很抱歉，如果不够好就再说吧。Fact 数9673说，我觉得麦有问题，应该还好，没有问题。好了，那这个我们这样讲，先讲海南对中国的整体战略意义，它会变成新的双循环的枢纽，而且也是制度创新。那什么叫制度创新？它不是创造一个新的 GDP 增长点而已，而是北京试图破解内卷化的经济困境，建构国际国内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听起来很拗口。海南岛是一个大实验，而且在这个大实验公布之前，基本上没有什么消息，它突然之间就开始做了，因为它的目的是要为中国经济寻找新动能，测试新制度的历史
使命。那所以我们今天才值得谈的。那第一个，因为中方的经济现在面临内需增长乏力，外部市场萎缩，因为关税战的关系，因为美方在围堵的关系，所以海南封关透过特殊的税制设计，试着在境内创造一个离岸环境，一个 offshore 的环境，以实现消费回流、供应链内化，也就是内循环。第一个部分，我这样讲有点抽象。海南岛比台湾热很多啊，面积谁更大？台湾更大。那海南岛的确更湿更热。你看 Roger Su 走生计，他也讲了，原先海南只有开放细胞治疗跟干细胞治疗，港澳台外商的一些限制性行业，但今年起，广州南沙自贸区也开放了，去那打 NK 干细胞也合法了，所以这就有另外一个挑战了。什么挑战？那你就看到的挑战就是，哎，而且我这边还没有固网我用的还是手机，好不好？所以这个在这种时间点，大家只能期待，不要因为有很多人来这个跨年，就造成了一个状况，所以偶尔会有 delay，请大家见谅，没有办法。那好，因为老共那边有很多的高端消费外流啦，就是要去买 Hermes，要去买那个 T Max，要去买 Rolex，都一定去境外买，都一定去境外买。海南3万5，台湾3万6。好，我们这样讲，那中方以前的奢侈品消费都是境外买，去巴黎买，去香港买，去澳门买，然后去美国买都有。那所以这一次呢，它的高端消费把原本要流向巴黎、米兰、东京及香港奢侈品消费，截留在国内。封关后的海南物价水平特别是进口商品预计会比内地降低20%到30%，这会极大程度刺激内地中产阶级的消费热情，将海南打造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从而扩大内需，而且全岛免税全岛免税你仔细想想看，这个诱因多大？这个诱因多大？那它就变成扩大内需。不好意思这边用内地的原因是海南岛相对于中国大陆本土，当然中国大陆本土是内地。那供应链方面海南岛提供的是一个避风港，因为在中美贸易战跟科技封锁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最担心的是所谓的供应链断裂。海南的零关税进口原辅料、原料跟辅助材料的政策，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在海南以国际市场价格获取原材料，进行加工后再销往内地或出口，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关税壁垒对制造业成本的冲击，实际上在中国境内创造了一个国际市场直接对接的减压法，保障了关键战略物资跟高端设备的进口通道。好了，这边我要讲，一开始我一听到不懂，那美国是白痴是不是？你海南岛原来就是中国领土你怎么会搞一个封关税区，就可以自由自在的进口抵制的产品跟原物料了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讲直接一点，就跟台湾当初怎么加入 WTO 一样。我如果没记错，当初台湾加入 WTO 是关税实体，它不是国家。WTO 没有承认台湾为国家，它是承认台湾是一个关税实体。那实体呢，就是一个角度是，哎，我现在是海南，但我又不是海南，所以美方要制裁、要扩张到海南，大概要花几年的时间，没有那么快。那所以
某种程度，这就会变成一种制度性开放的美感。刘冠超抱怨啊，他说这个中缅免税店的化妆品价格是淘宝京东的2倍。你认为我们国企能做好服务性行业，就卖 iPhone 还可以？简单啊，你太小看党的企图心了。党说要便宜，就是要便宜，就这么简单啊，好不好？所以我不是对国企，我不是对中邦的国企有信心，我是对中邦的军民一体、国家总体战有信心的。当国家体制要求你要便宜的时候，你敢不便宜？你敢想办法赚人家的钱？甚至我其他不要讲，如果它降不下来，京东价格就会上升了。能够，那这个更重要的是，它的过去40年了，中方的改革开放主要偏重于商品跟要素的流动，而海南封关所标志的中国进入了制度性开放的测试，也就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层面想要跟国际接轨，接不接得了，我不敢说，我们要替他背书。那但是因为它正式被赋予了很高的立法自主权，可以在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上面，全部都是交给他来自己决定，而背后当然有党的抉择嘛。所以海南想要试着实施一个叫做承诺极入制、跨境数据流通的分级分类管理、国际接轨的商事仲裁机构，都是为了在一个可控的物理空间里面测试中国能不能适应高标准的国内国际经贸规则 CPTPP 啦，或是 DEPA。你知道海南很有可能以后可以自由上网，没有防火墙，因为你进海南，你出去连就不受防火墙的限制。那这个测试很有趣的，这个测试很有趣啊。那这种压力测试是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在一个封闭的岛屿上，北京可以大胆实验资本项目开发、跨境数据自由流通这些高风险改革，一旦成功可以复制推广。但如果出现系统性风险，资本外逃、数据泄露，你可以通过第二线把风险隔离在岛内，防止其蔓延到全国性的金融跟社会体系。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南向战略的支点，这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特别是针对东南亚的南向战略，因为海南地处华南跟东南亚的几何中心，上面拉一条线下来就是几何中心呐、所以是中国连接 Asian 东协的最前线。杨浦港扩建跟航线优化，它会希望能够成为产业链中心、产业链中心。为什么？因为 RCEP 生效之后，海南可以把东南亚的产品、矿产资源直接引入，在岛内进行深加工，深加工只要加值30%就可以了，然后再转往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还能够把中国的技术跟产能透过海南输出到东南亚。前店后厂、中间枢纽的模式会改变整个华南地区的经济地理格局，从海南从边陲岛屿跃升为区域经济心脏。海南最直接的外部效应，封关之后就是冲击新加坡了。它对现有的全球贸易航运秩序的挑战，特别是对于长期在东南亚称霸的新加坡而言，是潜在的结构性危机。新加坡焦虑的根源是什么？因为新加坡的繁荣是建立在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优势，还有高效的自由港制度上。然而，海南的封关在削弱这种独特性。我们的这个好朋友 L 小戴就是新加坡人啊。新加坡现在是真的面临海南封关的竞争是，如果海南封关对新加坡构成了挑战，
不会只有货运量竞争，是整个供应链逻辑要重组了，它就不用走马六甲海峡啦，它就直接绕出来了。绕出来是什么概念？来，我们先讲新加坡港。新加坡港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它是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全球主航线必经，但是本地市场狭小，高度依赖转口贸易。制度呢非常成熟，没有问题，效率高，但是营运成本高，当地的薪水跟租金什么都高，所以它的产业逻辑是纯粹的中转跟金融服务。但海南的洋浦港是怎么样？它是北部湾中心，接近东亚主航线的北段，那背靠中国超大的内需市场，腹地广阔。封关之后，零关税、保税油、加注成本低、税率优惠。加工增值加中转，这就是它以后的产业逻辑。所以我们仔细分析一下，第一个，海南距中国华南、西南腹地更近，往返日韩、东协的货物具备分流潜力。海南可以透过二线的直接辐射中国内地，创造转口加内销的双重需求。再来，海南实施双15的所得税优惠，也就是你是高端人才，你是国际人才，所得税最高15%。台湾还要收到40%，它那边最高15%，而且保税燃油的价格在保税之后低于新加坡。我的船可以开到洋浦港，在那边加油，比新加坡还要便宜。那我干嘛去新加坡？最重要的是海南独有的加工增值30%免关税的政策，鼓励制造业落地，减少单纯中转。它运来的货物最好在那边加工，然后加工30%之后就运中国内地，不是直接中转，在这边卸个货，然后洗手再去日本或者去韩国，不是。所以简单来说啦，目前的数据是这样子的：从印尼如果要运往中国的货物，如果要经由新加坡转运，耗时较长，成本较高；但如果直接运往海南洋浦港，利用洋浦的直航加深加工内销模式，航程缩短，加工增值免税政策，企业的利润空间显著扩大。印尼的棕榈油、橡胶，如果在海南加工成食用油或轮胎组件之后，再进入中国内地，成本降低30%。所以这个模式会排挤新加坡在中国跟东协贸易中的中介人。我直接跳过新加坡，所以目前即使在封关之前洋浦港对印尼的直航航线的货运量就已经飙升了。新加坡在同一个区域的转运量下滑，所以海南正在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吸力，物理上截留了部分原经新加坡的货源。那供应链重组是怎么样？供应链重组是变成以前是中国加一，现在变成中国加海南。那些想要规避高关税又不想要放弃中国完善工业链配套的企业来说，海南就是一个折中点。你可以把最终组装环节设在海南，利用进口的零关税零部件，就是你甚至可以从中国进口零件进来生产，它可以当做海南制造，行销全国，是自贸港待遇，符合增值标准，你还可以用免税再回中国内地。这等于是中国为了留住高端制造业，对抗西方 de-risking 去风险化的战略重拳。所以中方的仕途是什么？中方试图透过海南建立一套跟西方主导的航运金融、海事仲裁完全不同的体系。新加坡在软实力上面有绝对优势，而且有很多人不相信中方的中立跟不偏颇。但随着贸易量的倾斜，海南在逐步累积话语权，试着在远东航运秩序里面纳入一个新的制度节点，从而获得更多制定规则的筹码。现在还没有，但是已经开始碰了。那好，我们再念一下斗内这个
TSP 庆赠送了一个朱学万事通事务所的汇集，兜兜 J9N， 谢谢你按赞。TOTW 说祝福朱大汉同学们新的一年平安顺利。L 小戴、乌云、小一哥所有同学健康平安啊！除了乌云我还没有跟他打招呼以外，那个小一哥我也跟他打了招呼了，但是至于人家回不回应，我们就不看他了，好不好？Landis Core 说朱大吉线上朋友们 Happy New Year 2026。乙仪说支持九哥的竹签，请先消毒。阿鲁巴朱大活动，请大家有空到福利社看看哦。子祥说2026新年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不夜城里的刘建一突然想到2023年初老朱推荐去买的宝格丽香水，用到2026年还有半瓶，那代表你用太少了。老朱人的重宅新年快乐。那这个刘梯两诗人又来作诗啦。哈魂黑丝换美酒，直播能有几多愁？2025随风去，2026万众筹。江山沉沦人还在，房贷车贷不自由。今夜与君赏烟火，明朝柴米油盐依旧啊！等等，我忘了念我的开场诗了，糟糕，这会被公民 V 骂。我赶快把这个懂内念完。蛙子说支持加2，坏掉纪元说刚好20。啾啾啾说西装大哥来啦，期待明年能够继续有含金量满满的节目。祝朱大吉众宅们新年快乐。Irish 变说新年快乐，大家平安健康。这个 MFR590海德巴拉是不是卡皮巴拉哦？印度这地方基础建设真的很烂，人民卫生素质极差，大约像30年前的大陆。而且他在新德里还有满街流浪动物。Young Gun 151说朱大新年快乐。提名物说祝朱大跟万事通事务所的所有仔仔们新年快乐。2026一切顺心，平平安安。话说真是太巧了，罗胖现在海南做跨年演讲，朱大在讲海南封关，这种巧合就知道海南之后会有多重要了。想问海南开放后会不会就有像之前东莞一样的服务啊？另外想问蔡博士，这样被判刑就要去进修了吗？不是都可以做非常上诉之类的？真的对抗党的都要进去读书哦，也太哭了吧？基本上他算是已经定验了，你可以非常上诉，但是非常上诉很快就驳回，3个月之内驳回，所以蔡博士可以拖一点时间，但是恐怕拖不了。那至于罗胖为什么在海南演讲，我这样说了，事出异常必有妖。那什么妖呢？就是表示大家都知道海南最近很重要。TOTW 说提供一个地理参考，海口高速公路至三亚，也就是就像台北到高雄一样，大概3.5个小时。另外，大陆目前出口报关手册作业勾稽仍然繁复，不适合多 option config 的产品。海南解决这个瓶颈，所以 TL 已经把办公室一个办公室移到海南去了。接下来他在那边做加工或者是零件寄出口，就有很多的可能性了。圈尔妮塔说：“网友们新年快乐！2026年是丙午年，依照五行判断是个大火年。无论如何，都祝福大家求稳定。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都先缓缓，不急着反应。相信众善良的网友们一定能够穿透灾祸，一切平安。” Man Leach 说：“祝众宅大家朱大新年快乐。”好，不要说我不够意思啊！我有传讯问蔡博士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没有什么势力，但我可以用刚出来的人跟他分享现在里面是什么状况，里面是什么情形。谢谢刘耀华说朱大2026行大运。那所以希望蔡博士一切健康啊！我能够告诉他的，3年半，大概进去3个月之后，先报外衣间，5个月左右去了外衣间之后，再加上他之前有被羁押8个月，所以
扣一扣，1年3个月就剩下2年多，2年多在监狱里面，不是在外役监大概待1年，可以折抵半年左右 roughly。你各位没有要进去蹲，我没有必要跟你讲太详细，但所以基本上他进去之后，大概1年7、8个月左右可以出来，就这样子啊。其他的东西不用讲，我现在最熟的就是这个相关制度，就是相关制度，他可以外衣间啊，他可以外衣间，那个金融犯罪可以外衣间，我是不行的。好了，千 day view 说祝朱大2026平安，坐高铁能捡到300万，早日开通支付宝或微信抖内。好了，再说，等我在那边开一个银行账户再说。我现在在台湾都都有问题。蔡博士这样可以选立委吗？诶，他到28年可能就出来。我现在连信用卡都没有，你叫我开微信账户，我先找到一个办法，谁能帮我买机票用信用卡？因为我没有信用卡，所以也没有旅平险，什么都没有。然后我要有足够多现金可以买来回机票，困难呐、困难呐、所以没办法。来，今日的定场诗，容我为客官说分明，海南封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万顷波涛涌琼崖，风雨际会际缘开。画圈文一界分内外，移星换斗设平台。莫道此间为商贾，暗度陈仓演兵来。试看南国封官策，隐隐惊雷向宝台呀、这个东西隐隐惊雷，就是请大家要小心，好吗？那我们如果要这样讲啊，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第一个，它会有经济磁吸效应的。那人家要在海南岛开公司，还是在台湾开公司，面对的市场大，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想一想。有的航空可以 PayPal，不知道。那所以，如果从台湾角度看，海南封关带来的影响是结构性而且深远的，不仅是商业机会的增加或减少，而是台湾在区域经济分工里面面临被边缘化和内部化的双重风险，包含了台湾不是东协，包含了台湾没有办法加入 RCEP，那这就是一个大的挑战，而且连台商去海南都会获得更多的机运，这就要命了，这就要命了。那当然更别提这个还分析高雄港。来来来，我觉得其他有几个我先跳回来再讲好了。那我先解释刚刚我说了，我有一个部分看不懂，就是为什么美国制裁中国，结果放过海南，干五扣零。既然海南岛在主权上是属于中国，美国制裁中国的时候，怎么可能放过海南呢？怎么可能呢？好的，这其中的逻辑呢，是因为国际贸易法的原产地规则 （rules of origin），还有北京试图利用的制度性模糊之中。简单的说，北京并不是想要让海南逃脱主权认定，逃不掉的，又不是叫海南独立，而是利用境内关外的特殊地位，进行一场合法的洗产地与规避关税的操作。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逻辑。我跟你讲，台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解释这个东西，因为懂北京的不想讲，不懂北京的
不愿意讲，那都跑去讲军演去了，这个东西很严重，好不好？这个东西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第一个，我们要深入解释，30%的加工增值啊，是把进口货变成海南货的魔法，这是最核心的机制，最核心的机制。逻辑是什么？在国际贸易中，一个产品的国籍原产地会取决于最后一个进行实质性改变的地方。运作是什么模式呢？假设美国或某个对华制裁国家，譬如说 A 国，限制某种原材料出口给中国制造业我们随便举例，和铀矿好了，铀矿虽然中方自己也有铀矿，但我们举例总要找一个东西嘛，铀矿，俄罗斯拿铀矿制裁中国，说我不出口铀矿到中国，因为它是出口给中国制造业，所以企业可以在全球采购这些原材料，或是从非制裁国进口，以零关税进入海南。因为海南一线放开，在海南进行深加工之后，只要加工后的产品价值提升30%就 OK。根据海南自贸港的法规，这个产品进入中国内地的时候被视为内贸，就是内部贸易免关税。而在出口到 RCEP 成员国，如果东南亚的这些成员国是，它可能被视为很大几率被视为海南 /RCEP 区域原产的产品，而非单纯的中国内地产品。所以只要不刁难，只要不严格认定，其实可以过的。不但可以出口，也可以进口。这就像是把原料放进海南这个洗衣机转一圈出来之后，穿上了不同的产地马甲呀，从而绕过了针对传统中国制造的某些特定关税或壁垒。再来，独立关税区的法律防火墙类香港模式啊，类香港模式是什么东西？类香港模式，海南是中国领土，但是在世界贸易组织跟国际海关的定义中，封关之后，海南可以被申报一个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单独关税区，跟台湾当年的模式很接近，很接近。所以历史案例是什么？过去几十年啊，美国对中国跟香港是区别对待的。香港也是中国领土，但因为它是独立关税区，所以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或高关税，早期并不完全适用于香港。直到近年，美国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北京的企图是什么？北京正在赌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东南亚，愿意承认海南的独立关税地位。即便美国不买单，只要 Asian 东协跟欧盟部分国家买单，海南就能成为中国获取技术跟物质的加压阀，也就进入这个加气门，然后出去就洗干净了。避风港效应是什么？如果中美爆发了贸易战，中国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但在海南因为实行零关税，中国自己的报复性关税在这里无效，这意味着海南的企业如果要进口美国设备或原料，成本比上海、深圳的企业低得多。这保护了中国企业不受自家关税战的伤害。那更重要的是，这另外一个是 RCEP 战略，这是在供应链断裂之后的备份路径。什么叫备份路径？那这个制裁讲的是美国的实体清单 （Entity List），就是针对公司，那可能很难躲，因为针对华为躲不了。但如果它针对供应链围堵，海南有解法。现况是很多跨国企业为了避开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所以采取 China Plus One 中国加一，譬如说搬去越南。海南的策略是，海南利用 RCEP 区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与东南亚形成前店后厂，原料从东南亚非制裁区进海南，在海南做高端加工，然后卖给全球。因为原材料来自东协，加工在海南，整个供应链的含华量，就是中国的
中方成分在账面上面稀释了，这让美国很难直接用完全产自中国理由来全面封杀。最后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毒很大，而且是敏感点，很多官方媒体不敢提的原因就是这个，在海南注册的公司，股权结构可以设计得非常复杂，甚至让外资占比高。当需要进口某些敏感技术时，由这些看似外资或合资的海南公司出面采购，会比一家纯粹的北京国企要容易得多。也就是不但洗产地，还有白手套。现在的状况是，美国的商务部审查是针对 end user 最终用户。海南封关之后呢，岛内人员资金流动自由，监管难度大增。物资进入海南之后，究竟是自用，还是透过二线偷偷运往内地军工企业？这是极大的监管黑洞。没人知道，中方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那美方怎么会知道？所以，我们这一份分析叫它做获取战略物资的管道。那总结来说，北京在玩的是一个很高明的移花接木游戏。也就是上海是一个抖音号，抖音号打擦边球被美国封号了。海南就是北京新练的一个小号，这个小号穿着自由贸易港的马甲，用零关税的规则跟东南亚兄弟们混在一起。我可是东南亚 MCN 的一员，我虽然是北京的小号，但是不要乱制裁我，我到时候联合东南亚跟你不开心。当美国要打击中国制造的时候，货物在海南转了一圈，加了工，换了标签，摇身一变变成海南增值产品，或是 RCEP 区域产品。美国不傻，美国当然迟早会发现，但是美国修补这个漏洞之前有几年的空窗期，就是中国企业疯狂回血囤积物资的黄金时间。这就是海南封关的真正战略价值啊！是中国经济要换气的呼吸管，也就是某种程度，美方制裁 GPU 不能进中国，但严格来说，它可以进海南，它可以进海南。那利用这个时间嘛，大量的买 GPU 啊，妈下好离手，下好离手，买。那你说开不开心？开心呐！阿婷仔问说是不是直播？是直播啊！我还可以告诉你，现在是2025年12月31号11点，最后的1个小时。那这样就回应了所谓的主权问题，又点出了实际操作中的猫腻，就是这样子啦。那让你可以明白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好了，但是我们等下有机会有空的时候再回来解释对台湾的挑战是什么。那我们先解释5个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有争议的点。来，盐味柠檬，希望盐味柠檬在日本过得愉快啊！你好像到很乡下的地方去了，我有点忘记是哪里。元宝，难得跟上直播，小抖一下。2026年祝朱大吉重宅们身体健康平安，每天开开心心。顺带一提，海南也有大熊猫兄弟共和顺，日本表示炫目。提友说朱大懂行，大致是这个流程没错。盐味柠檬说新年快乐啊！来，新年快乐，希望你 AI 研究的顺利啊！我这样讲，这个政策严格上来讲是不管澳门的。香港呢，就是把它推给集资股票上市，没有要做别的东西的，那当然有很多人讲苏轼，我们记得我们之前讲苏东坡的时候，还讲到他去海南，
黎族的男人的确，因为黎族是一个母系社会，的确男人不太做事，那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台湾人也很少做看护啊，那从外地移来就好了。那如果在那边的生活水准，薪资可以领台湾的薪资，过海南的生活水准跟物价的生活的话，总会找到人呐、不夜城里的刘建一说，所以说海南小号是类墨西哥的地方，中国制造业的开曼群岛的意思。某种程度算，它不会永远都可以逃脱关税战、贸易制裁，但是它是一个二线的内循环的状况。所以 MRLZZZ 讲没错啦，相信那个量也很清楚，金融还是在香港，因为香港现在去年的那个上市、上柜跟集资表现非常好，中方党一点也不担心。那既然不担心了，那当然就没有问题。所以既然没有问题，那就可以继续往下走。宝潭华，谢谢你的抖内，但你应该忘了留言，因为30块不能留言，哈哈哈哈哈哈哈！喂，糗啥？好，不管。这个我先给各位看哦，我现在的背景呢，相信各位如果看得到的话，就是我们有这6个封关内幕。第一个，数字租界跟特许网，谁能翻墙？海南刚有网友好像上来留言啊，有网友问他说：“请问是不是呃以后海南内部可以自由上网，没有网络长城？”他说只有产业园区是，但原先的规划是整个岛都可以自由上网，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是暂时还是临时还是一时之间，这个我先不管。但是不妙的地方在于，你不要以为会有代购可以大赚钱。你说我要像台湾人去东大门一样，我要买很多东西呀、太好了，免税呀、我要代购。不好意思，我说过了，海南会实行很多的实验，天网代购监控是另外一个可能性。什么叫代购监控？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人脸辨识跟天网，你如果一直进进出出，党会做注记的，政府会做注记的，你还想要自由自在的买货带货没有？好，刚刚讲到的问题，色情特区可能比较难，但是博彩要不要做擦边球呢？要不要做赌马呢？要不要取代澳门呢？澳门一直不是一个党很爱的地方啊，因为有太多的高官跑去那边洗钱，所以这个怎么样？不知道。然后再来，这里海南如果变成一个洗白洗衣机，不是只有中方可以洗白，诶，伊朗可以洗白，俄罗斯可以洗白，那会有多少国势力在里面角力？哦，Anti Nonsense 说这个在上海已经试点了，商务区没墙了。对啊，宝潭华说我不知道怎么抖内，他只给我30元的额度。哦，这不知道。考里132说我没有看错，老朱今天晚上加开直播。哎，那是因为你上次没有听到那一次网友抖内这个要求我要直播的人数很多啊，所以我就必须要，我们这个人就是资本主义最开心，那所以基本上网友抖内超过20人，那当然就是听网友的话，就这么简单。那所以开开心心，好不好？可是我这样讲，真正的问题呢，就是这么简单，没有这么容易混过去啊。那有各种各样的洗白资金，那我问你，毒枭可不可以来？墨西哥人可不可以来？那这种状况就拍够，而且更重要的是，
军民融合。各位，你有没有记得三亚有核潜舰基地呀、当你这样低度管制的时候，你要管制就不可能又严格又要开放。当你低度管制的时候，请问间谍可不可以来？间谍可不可以一边在三亚开开心心晒太阳，一边啪嚓啪嚓啪嚓？这个要怎么防堵？不知道。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好意思，你现在想要炒房炒不了了啦，党已经封锁了这一个可能性，所以没啦，没有，你现在才想到，你现在才想到这件事情，太晚了，太晚了啊！澳门听疯狂机师詹姆斯的前女友讲，一个赌客在桌上一局就1000万到2000万输掉，一桌输个几亿很正常。诶，他前女友是不是那个告他的前女友啊？不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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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詹姆斯到时候又担惊受怕，晚上睡不好。TP6 Allen 说：“朱大好久不见，也的确一段时间不见，但以后会常常见，以后会常常见。那所以开开心心。卡奥里132，预祝老朱2026年事事顺心，咱们礼拜六见啦啦啦！我是小凯红，好，小凯红，到时候见啊。不是啦，我当然知道内地有间谍，可是三亚有核潜舰基地，诶，内地有多少地方有核潜舰基地？而且又低度管制人员进出，就是这样子。Will Chang 611是朱大亮哥什么时候会来找你？哦，我不知道啊，你不要问我，人家怎么决定什么时候有没有空，不是我能决定，所以别问我。我们都希望他们一切平安，很开心。我也希望蔡博士可以平安度过这一集。那所以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啦，好不好？这个30%的加工增值可以洗产地，独立关税区有法律防火墙，灰色地带有白手套操作的可能了。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个，这怎么会1234？这个 Google 的 Gemini 作图逻辑真奇妙。那所以简单来说，这是供应链的备份 RCEP 战略。那好啦，我们先这样讲，区域的上网自由到底开不开心？蓝豆海南就是笑话，披着锁链的自由，未来高度很高，空口说白话，就像赖皮要盖100万社宅一样好笑，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蓝豆如果要这么没有信心，我也没有意见。我对海南我没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我相信真要做做得到，而且现在火烧屁股了，蓝豆现在火烧屁股了，如果做不到就亏钱了，好不好？那如果是这样，我只能告诉你，T2我们的网友公司都设到海南去了，你觉得他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你开几家公司，他开几家公司，所以那还有刚说人力的问题呢，那个飞秀9673说，本人坐标山东，海南封关政策已经出来好几年了。我身边有2个朋友，前2年就把户口迁到海南去了，操作很简单，本科生就可以直接落户，所以他也解决了户口问题，他也解决了户口问题，好不好？当党有需要，那就有需要；党没有需要，就没有需要。那所以各国势力一定会趁虚而入的，好不好？那你说趁虚而入，你都说不会，我跟你讲没有问题，我想得到，中方一定也想得到啊。但是这个东西要讲出来，你才知道，好不好？那这都已经讲到这种程度了，你觉得老共要做的事情有做不到的吗？他要下饺子、动拐六、076，就各种各样的下。
万吨大区各种各样的下，万吨海警船各种各样的下，那你告诉我做不到，那也没关系啊，做不到就做不到，没差，看中央怎么想，我又不是中央。所以第一个，数字租界到底会不会发生？之前有网友讲，上海的那个商务区已经在做了，那到底会不会有特许网际网路？对于年轻人跟科技业者，实际上你去一趟就知道，产业园区里面已经有了。全岛要不要开放？全岛要不要开放？目前还没这么快，没有办法一下就开放，因为真正值得讨论的是，那封关后的海南会不会成为中国唯一的网络特区？海南实际上正在建设国际通信出入口局，英文名称叫做 International Gateway Bureau。据说海南会实施白名单制度，也就是它不是完全开放，它是白名单开放。这意味着外国游客在当地的外企员工甚至科研人员可以合法访问 Google、YouTube、Facebook、Gemini、ChatGPT 等等等等。这就出现了一个状况，数字种姓制度啦，在同一个岛上，你在园区内用的国际网，出了园区就是局域网，这是不是数字租界？是吗？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但也意味着中共不会轻易放手，它对于数据流动的监控技术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让你连，但我知道你看了什么。你放不放心，那是你家的事，我也不知道。那你们自己看着办，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啦。那到底有多不一样？用用看就知道了，对不对？用用看就知道了。那再来，你以为代购会觉得好棒棒？好，恭喜宝潭华成功抖内100元，但是你应该可以留言才对啊。琉球富国万岁说，20多年前我这城中村的人就在海南买土地，但恐怕要等一段时间哦。海南恐怕打炒房不手软了，不手软。那好，代购的末日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海南现在这个放开之后一定会有人代购吗？普通人的利益跟这件事情最相关，但是二线管住呢，对中方来讲，实际操作难度很困难。哦，言下 CC 说，海南农民是有地的，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地的。啊，米勒说新年快乐，来代购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家都知道海南东西便宜，那我可不可以去？就跟刘冠超一样，我可不可以去海南批发口红送给我要打炮的妹子，或是去海南批发化妆品当礼物送，或者去买 iPhone？那不好意思哦，为了防止海南成为走私大本营，中方海关正在海南部署全球最密集的反走私监控系统。反走私监控系统是什么？你可能不知道，甚至在地的网友只是看到这新闻，他可能也不知道。全岛人脸识别，你买了免税品之后，如果你频繁往返内地，大数据会直接标记你为潜在水客、潜在倒爷、潜在来带货的。离岛如出国，未来内地人要去海南旅游，回程过二线了，可能比出国还要麻烦。要经过严格的海关 X 光机检查，行李会不会严查，就怕你带一堆水货进去，会不会把游客吓跑？这个实际操作上有很大的隐忧，很大的隐忧。那再来，既然开放特区了，
能不能够成为中国的拉斯维加斯啊？能不能够取代澳门哦？大赌特赌。好啊，但是封关嘛，对不对？封关缺钱怎么办？会不会因此而开放？会不会因此而开放赌博？看到名字都跪下，斗内说海南封关是习近平进雄安新区后又一个准备成功烂尾的项目。全省级的战术，我觉得烂尾真的很拉差啦。我个人认为几率很低，不太可能。好，但我们还是跳回这一点说，封关如果缺钱怎么办？会不会开放赌博？那我们这样讲，官方明面上禁赌，但是海南一直在推动马票，就是赛马运动。之前刚刚有讲，海南一直谣传说要开放赛马，但是后来没有开放，或是迟迟不开放，或者讲了20年不开放，很多老板都亏钱，那马都老死了。还有即开型体育彩票试点，即开型试点体育彩票就是那种线上赌博啦。直播要跟各位讲的是，封关之后，为了吸引外资跟热钱，为了取代澳门，海南极有可能出现博彩特区的变体，不是直接开赌场，而是透过竞技竞猜、积分兑换等名目进行。这是不是会吸干澳门的血？不好意思，这也是一个地缘经济的零和游戏。有澳门就没海南，有海南就没澳门。如果海南缺钱，我当然是以自己一个省为主。那澳门怎么样？我不管啊，我不管啊。哦，买记忆体赚1倍，说去欧洲玩要离开，起码要提早4个小时到机场，因为很难退税，要搞很久。有啊，之前那个谁呀、我都忘了。之前某一个网红不是去，就发现资料写错，然后他要叫你去，你从那个达文西机场出关，他叫你回米兰，店在哪里要回来重新登记，而且下次再来。你说方不方便？很不方便，很不方便。那好，再来，我们刚刚讲了有一个大问题哦，要给各位特别思考，就是赌博可不可以，带货可不可以？不知道。那现在很难说了，你能不能够有人讲说不可能，没办法，因为这个老共有道德洁癖。哎，这话我们刚刚讲，如果他现在都要测试，都要面对贸易战，是不是还会持续有道德洁癖？再看看。那再来，哎，各种各样的挑战，就是如果这里变成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有网友问说，最近怎么没来宾呢？因为现在我是在家里开直播啊，对吧？来宾要来我卧室嘛，这个不太好。好了，那我这样讲，结合当下的国际趋势哦，这一个海南封关之后，有没有可能变成俄罗斯跟被制裁国家的洗白通道？为什么俄罗斯对海南自贸港这么感兴趣？有啊，当地人就讲，早在开放自贸港之前，就有很多俄罗斯人去，但是这个有一大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那边温和，俄罗斯很爱这种天气，所以巴厘岛也很多俄罗斯人。巴厘岛也很多俄罗斯人。那巴厘岛的俄罗斯人是干嘛？他去度假。那可是，在西方制裁之后，海南岛有没有可能成为俄罗斯、伊朗等国获取敏感技术跟资金周转的后门？
也就是他也可以在那边开公司，他也可以透过那边重新把敏感技术，也就是远距离制导、远距离瞄准的技术，甚至离心机、核燃料棒的离心机，买到海南之后再往外面运啊。如果海南实实在在实行加工增值30%免关税，而且资金进出自由，被制裁国家的资金可以在这里变成海南资金，进口的敏感零件可以在这里组装成海南产品，然后销往内地或转出口，海南会成为全球灰色贸易的超级枢纽。这也埋下了未来美国可能因此制裁海南的伏笔。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前面有讲过，这里是军民融合啊。你看看，它有一个核能军港，核能军港就是核潜舰会在那边进出。那三亚的航母基地跟核潜舰基地旁边挤满了外国游客跟外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怎么知道他是间谍还是商人？海南其实是解放军核潜舰跟航母的大本营啊，榆林基地，但它又要对59国免签开放，也就是低度管制。对于整个中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安悖论。国安悖论是什么？国安悖论就是你又要国安又要经济，到底哪一个重要？到底哪一个重要？你要让他可以去那边找理由，各种看核潜舰跟航母吗？然后又对59国免签。Jocelyn U815，谢谢你的抖内，但你好像忘记留言了。那所以未来的海南会是全球间谍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你在海边喝咖啡，各国情报人员在那边交换讯息，中方要怎么平衡门户大开跟军事保密？这本身就是一场情报攻防战，非常精彩，非常精彩。那更重要，如果你想要投资，刚刚有网友讲说他们的城中村呐、城中村呐、就已经在海南20年前就买了一大块地。20年前就买了一大块地，但要怎么样？你如果想要投资，我建议你不要。你现在再去投资太晚了，太晚了。为什么晚？因为你现在买房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那海南目前执行的是中国最严格的限购令啊，而且封关之后，岛内的房产可能面临的流动性锁死，也就是封关之后的房产市场会变成两个世界。商业地产、写字楼啊、办公大楼啊，会因为外资进入而暴涨，但是住宅市场可能会因为二线管住，导致内地人的购买意愿下降，因为去住哦，就像出国一样麻烦，你总不能在台湾买一个房子，然后你其实没有很有钱，你每次去住要坐个飞机，然后出关入关，然后再到那边又坐计程车，又从机场再到这个地方，很久很久，所以不见得海南开放对不起，海南封关之后，房地产就会暴增，写字楼、办公大楼可能会暴增啊，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房地产这个暴增的几率，没有没有什么机会，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严重的地方了。严重的地方是对台湾来讲，我前面有提到，
台商现在有一个选择，就是要不要再掐住充方供应链的再内部化。再内部化是什么东西？再内部化，海南封关是有一个新的政策盆地，国台办发言人就直接讲，台商在这边获得更多机遇，不是开玩笑。第一个30%加工增值红利的诱惑，这对台商最具杀伤力。台湾出口的中间材、电子零组件、机械半成品、化工原料，直接进入中国大陆，需缴纳关税跟增值税。如果台商将生产线的后端，如封测、组装、深加工，迁移进海南，这个举例太多了，不知道怎么举。用台湾进口的零关税原料，在海南完成30%的增值之后，用免税身份进入拥有14亿人口的内地市场，这多爽多赞！直播画面有点掉帧因为我是在房间用手机，所以不要担心掉帧，因为就是没办法，它要累积稳定的串流，那所以没办法，所以来，我看这个我看串流能不能设低一点？Congratulations，没有办法。好，继续，反正我们就讲到那个跨年为止。那更重要的是，台商要重新思考供应链布局要为了维持在大陆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台商可能要被迫将部分原本不要说台湾了，它原本在大陆内地大西部的高成本产线迁到海南，台湾本土的产业界会面临空洞化的风险，石化、机械、食品加工业传统优势产业。它连大陆内地都要签了，你更别讲都在台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港口物流会取代高雄港那其他不用讲，海南洋浦港有保税燃油，比新加坡跟周边港口更低，通关一定高效。中国东协供应链的紧密化会取代台湾的主航线节点，退化为支线节点。那其他不用讲，台湾大概就会变成一个就是只有运天然气很多的地方，没办法。那卡奥里132说：“请问老朱，你背景后面那位戴墨镜的金发妹子是谁？什么名字？有没有 IG？” 要问 Gemini，这是他做出来的。没有啦，我们现在网络就是没办法，这个固网还没签好，好不好？请大家见谅。而且我们讨论区已经进入了雄安执念的对战了。雄安新区到底怎么样？开不开心不知道。好了，更重要的是，台湾的高端服务业会流失，对中国内地也是这样子。海南实施的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最高15%的政策，对于台湾的医疗、金融、建筑、科技人才有极大的吸引力。台湾最高的税率达40%，甚至你到中国内地去，你到广东、你到广西，你在那边赚的个人所得税也比海南要高。而且海南的服务业准入放宽，海南在医疗、教育、电信等领域大幅放宽外资准入，允许你设立独资医院、学校，
台湾具备优势的医疗管理、技职教育人才是一个巨大的就业市场，特别是医疗旅游领域。海南正积极打造一个叫做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引进国际新药跟器械，这直接与台湾的国际医疗观光产业形成竞争，争夺高端华人病患群体。但没有啦，台湾这个部分就没有了，因为我们不开放对岸的网友来，不是网友，对岸的病友来，所以也没有，东也没有，西也没有，通通都没有。那我们接下来要讲，我们接下来要讲，那怎么办呢？对台湾到底，我们前面讲了半天，第一个，新加坡现在睡不好，因为看起来如果执行很成功，它就会取代新加坡，整个东协的航运就不需要经过新加坡，不需要再往南走，全部就直接绕到洋浦港就好了，就好了。那如果走这样子的道路，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它绝对不是单纯的经济特区建设，它在客观上变成北京为了未来统一台湾进行的全方位高强度的预演跟压力测试。这个预演包含了制度设计、封锁管理、法律战等多个难度。慢慢讲哈。第一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制度实验室啊，在这里要怎么做？那因为北京长期主张要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但要怎么样子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有效管理两个完全不同的关税区、货币区跟法律体系，没有大规模的实践范本啊，香港不算啊，香港超小，澳门也不算啊，澳门都那么小一溜溜，所以北京目前在学习怎么样子，如果两岸统一之后呢，如何透过境内关外的二线管制机制，模拟经济边界管理模式。北京正在学习如何透过二线来控制两个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货币、人员跟物资流动，要保持台湾或是海南的经济活力，又确保中央政府有最终控制权，而且而且在海南高度开放的环境之下，像是数据跨境流动、互联网访问权限放宽，北京在测试一套更精密的社会治理跟监控体系。我放给你，但是你不要多想，你看什么我都知道。这个体系能不能在资讯相对自由流通的情况下，维护政治安全，照样安保执行，照样让你可以维权，但我可以拦阻你。对未来治理台湾非常具有参考价值。Hantoy 讲没错啊，简单说，台湾变成一个废岛了。高雄被海南取代，医美被海南取代，全部都被海南取代。那台湾剩啥？诈骗人才有啊，我们的赖大总统有告诉你还可以投入国防产业，有台湾的国防产业，有很多公司要来这边开办公室哦。安都瑞尔就是一个例子 ，Endurio 是什么 ？Polanter 是什么？它都是美国的国运股，但是它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业绩？不一定。你可以去问乌克兰人，乌克兰人说安都瑞尔这家公司做的 Loiter Ammunition 就是游荡型自主弹药，不好色，不用，不好。那所以海南岛跟台湾岛的地理特征基本上是高度相似，都是四面环海的岛屿。全岛封关呢运作的实施，实际上也是对岛屿物流管理、人流管理、反封锁跟物资配给能力的一次大规模演练。那这个
全岛监控体系要怎么建立？我们前面讲了，防止水货，防止人家去洗各种各样的带货，所以中方在海南岛建立了遍布全岛的雷达、无人机监控跟大数据反走私平台。这套系统名义上是为了海关监管的，防止二线走私，但是暂时可以迅速转化为对岛屿周边海空域的全面封锁跟管控系统。这意味着北京在演练如何对一个岛屿实施滴水不漏的物理跟数位封锁，而且不用解放军，用国内的安保、国内的警察、国内的民警或者是海警就可以做到。更重要的是，二线管驻是在演练物资进出管控能力的演练。二线管驻要求海关要精准掌握每一批进出岛屿的货物这种极致的物流管理能力在未来可以对台进行 quarantine、blockade or quarantine 隔离或封锁行动的时候，转化为后勤管理的标准作业程序。北京正在学习如何切断或控制一个岛屿的外部生命线，同时维持岛内的基本运转。我讲到这边，我要提供一个独家呀，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今天都说中方对台湾要做 quarantine 全面封锁，但如果有人饿死怎么办？听起来不人道，对不对？所以现在在海南实施的不是滴水不漏，是有些可以进，有人道走廊，这不是对海南不是人道走廊，有贸易管道可以进出。那以后如果他封锁台湾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人道走廊？食物粮食可以进去，但是军火弹药能源不能进去，所以台湾民众呢就变成像加萨一样，我们要跑去基隆港，我们要跑去台中港，我们要跑去高雄港，在那边等补给来了之后，再把东西拿回去喂家里小孩吃。那你看喂家里小孩吃，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所以某种程度，北京正在学习。我再强调一遍，如何切断或控制一个岛屿的外部生命线，同时维持岛内的基本运转，也就是可以饿，但不会饿死人；可以缺，但不会缺死人。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就像我们赖大总统讲的，北京也在测试海南岛的应急处置跟韧性测试。封关演练中包含了大量的应急处置场景这实际上是在测试当外部供应受阻时，岛屿内部的能源、粮食跟医疗资源如何进行暂时配给跟调度。你等等，他没办法来台湾演练这个，他可以在海南岛演练啊。他在海南岛演练之后，到底有没有效？到底有没有办法？到底有没有可能？正好，因为某种程度呢，我的麦克风怎么自然而然关掉了？它收音还没有问题耶，真妙。好了，不管某种程度呢，就是在台湾演练 Red Team，就如果台湾被封锁之后，台湾的政府跟军方可以怎么做？那你演练过，你既然知道有红军你就可以测试蓝军要怎么做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法律战的演练这也是法律战的演练。透过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北京正在演练跟展示如何透过它国内的立法来单方面改变一个区域的国际贸易地位规则。第一个，法律主权宣示，这是一种法律战的实践本来北京这个还没有这样的经验，那未来北京可以依循此模式，透过制定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或修改反分裂国家法，单方面定义台湾是一个独立贸易实体，并要求国际社会在与台湾进行贸易时必须遵守北京所设定的二线规则，例如要求货物仓单要向中国海关申报，否则会面临制裁。
更重要是长臂管辖海南封关涉及对过境船舶飞机的特殊管理规定，这为中国为了扩张其海事与航空管辖权提供了法律练习，未来可以用于限制或审查前往台湾的国际运输工具，全部封锁。他现在就可以演练啊，不用，我跟你讲，现在封锁根本不用炸，你封锁之后15天，台湾天然气就用光了，用光之后连电都没有了，哪来雷达？哪来的飞弹车？你知道台湾有很多的军火库是用电闸门的，没有电，那个铁卷门打不开啦。哎，你没有在台湾当过兵，你不知道。再来，海南是一个经贸特区，也是中国南海舰队的总部在三亚，也是重要的航天宇宙发射基地文昌基地的所在地。封关运作跟军事战略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军民融合。那军民两用基础的设施，因为这样扩张，为了配合封关呢，海南大幅扩建了港口、机场跟物流设施。这些设施具有显著的军民两用特性。深水港跟机场有双重功能啊，洋浦港跟三亚港的扩建，使它能够停靠更大的货柜船，也意味着能够停靠的大型军舰跟补给舰。机场维修能力的提升，像波音空巴的保税维修，直接增强了战时对军用运输机跟特种飞机的后勤保障能力。哦，你看，Mr. Akases 有讲，如果弹药库没电，那个铁卷门要用手卷会卷死，因为 Akases 以前是弹药补给师，所以他亲手卷过，用推也推不动。那更重要的是，海南还要发展低空经济跟战场感知，因为低空经济要建立全岛的无人机物流网络，这意味着全岛要建立一套绵密的低空雷达跟通讯网络。这对于反制敌方无人机渗透、监控周边海域有极高的军事价值跟演练。你知道很多东西大概只有我们这边在讲，因为它一路推演到军民合作，一路推演到对台湾的制裁跟演练的时候，大部分节目没有时间讲这么内容啦，没有时间讲这么多内容，但是我们有时间讲。我们有时间讲，所以我们可以开心的讲。那其他台恐怕没办法，很抱歉。那所以我们能说的是，本台有小小的优势，就是我们没有在乎这些事情，所以就这样。那所以我们可以讲的更深入一点。好了，更深入要到什么程度呢？更深入就是这样。那海南封关会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跨国企业还有外国人员入驻。北京可能意图将海南国际化之后，该岛就会成为各国利益交织的节点，而且就有这个部分，我承认的确推得过远，但是我们反正就是战略想定嘛，没有什么行或不行的，没有什么行或不行的。那它吸引这么多国际资本，那一旦海南成为国际自由港，任何针对海南如果攻击南海舰队基地，军事行动都会面临极高的外交代价跟国际反弹啊！有59国的人免签在海南岛，你不小心打到一个外国人怎么办？这实际上会为中国的南海军事资产提供一层经济护盾，或是人肉盾牌。我说过，这个想定我们一路推到极致，就是这个样子啊！而且苏东坡在海南有啊，我们之前就有讲过苏东坡，各位有空的话可以去查一查苏东坡。好了，更重要的是，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在第一岛链、日本、台湾、菲律宾的军事围堵，
海南作为中方面对南海跟印度洋的出口，是中方打破海上封锁的关键战略突围口。透过将海南建设成超级自由港跟航运枢纽，中国试图在第一岛链的侧翼，就是南海方向偏南的地方呢，建立一个强大的物流支点，所以削弱岛链封锁对中国经济的窒息效果，确保在战时透过南海维持跟全球南方的贸易联系。East Che 说：“祝福朱大跟聊天室的各位同学们，新的一年能够平安顺遂。” Angela Core 说：“我不能抖内，可恶！郭鬼鬼一定又是拿自己的账号乱玩了，所以不能抖内，活该！哈哈哈。”好，那所以我们综合来讲，因为倒数剩14分钟，现在13分钟，我们先下一个结论，给各位说，推到极致，2025年的海南全岛封关，是中国在面临内部经济转型跟外部地缘围堵的双重压力下，所采取的一项攻守兼备的国家大战略。攻守兼备，经济上它是中方建构双循环格局、节流消费跟升级制造业的关键一招，也是对抗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有力武器。地缘政治上呢，它直接挑战了新加坡以及第一岛链的航运垄断地位，重塑亚洲的贸易秩序。对台战略上，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它等于在演练整个封锁的流程跟过程，不但吸纳台湾产业跟人才，吸纳黑洞，也为未来治理台湾实施封锁跟法律战做了演练。那台湾要怎么办呢？我最后还是简单做一个结论：台湾要怎么办？台湾可以想办法呀！嘟嘟嘟嘟嘟嘟，好，有人说新年快乐，好，这个大家新年快乐，但我直播还没做完。那第一个，台湾要怎么办？我们的产业防御要升级，因为这个供应链会去台化，然后内化，你整个被中方吸收过去之后，你就不需要在台湾出口了，你直接移到海南去，从海南免关税进口，而且你从台湾出口原物料、出口零件到海南，它是关税实体耶。台湾政府要怎么限制？你要限制海南的关税实体，等于你加入 WTO 也是名不正言不顺，这很难。再来，国安单位要密切情报监测跟研究啊。那二线管住海南是怎么做的？那北京是怎么运用大数据跟监控技术管理岛屿边界？这是研判北京未来对谈封锁手段的重要情报来源。所以不要说我们没有讲啊，郭鬼鬼要去开直播了，请郭鬼鬼多加油，好不好？那所以我都不知道国安单位现在除了唬烂之外，到底有没有在做正事啊？这我不管，我不摘啦。那随便。更重要的是，而且我们要差异化发展。海南在医疗、观光、转运、物流上面全部都会吸收。台湾要避开价格战，转向发展更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高阶知识产权服务、可信赖的数据存储中心。但没有电，这都不行，好不好？简单的结论：海南封关的运作启动，标志着两岸在制度竞争、经济攻防跟地缘战略的博弈上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什么阶段呢？就是这是没有硝烟的战争，结果会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的台海局势跟亚洲地缘版图。那就是这样的。一贸一说的没错，老共等于拿出一个地方去试各种可能，他玩得起这种模式，但台湾玩不起啊，靠腰嘞。OBS 还直播中断，来重新连线了，好，真是的。哦，他哭哈哈说，所以简单来讲，海南封关比你想象的要重要太多。
你不要以为它就是一个实验，就是经贸区没有。对岸的网友可以瞧不起海南封关，说黎族男子都懒，没有救。但是台湾绝对不能小看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因为我们如果小看，我们就错赛，我们错赛，那对方就会呵呵笑。所以最简单，台湾到底算不算民主供应链？现在我看你都抓光了，大概也就不是民主供应链了。这要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一个无奈的状况。好，这个欧大瓜说感谢朱大陪我们跨年直播，祝福朱大乔巴姑玛尼重宅平安健康，新年快乐。边看朱大推荐的书，边等倒数。这个石小姐说，谢谢各位同学这一年来的娱乐和陪伴，祝老朱和各位同学们新的一年都能够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平安喜乐。祝大家新年快乐。好了，我的那个 GPU 已经烧到爆炸了，让我把这个 GPU 稍稍降温，不然已经要煮开水了。邪修微口说新年快乐，哎，等等，我们还有7分钟呢。炮儿耶说新年快乐，朱大，明年继续听你精彩说书。我看看明天要讲什么，因为搞到我自己都有点忘记了。但至少在公司直播有一个好处是，就是它网络比较稳。明天我们中午照样开播。我整理了200份的智库分析，决定跟你分享2026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年份，好不好？周五目前的规范是要讲台积电跟艾斯摩尔，也就是你只学艾斯摩尔有没有办法重造，有没有办法重造光刻机？Top Air 张空中这个名字真有趣。好，那我再想想看呢、哎，我们最后讨论一下，反正这要跨年了嘛。那最后大家想要听夜间直播呢，是1月4号晚上8到10好，还是1月10号晚上8到10好？也就是一个周六，一个周日，一个是2天之后的周日，那一个是7天、8天之后的，不10天之后的周六。好了，觉得1月4号好的，请加1；觉得1月10号好的，请加2。我们好久没有在留言的时候来讨论这个东西了，请大家讨论看看，好不好？请大家讨论看看。嗯，还有网友说强哥什么加二，等一下，哎，我刚马上就忘了，我刚刚讲加二是什么时候？好了，1月10号，对不对？周六的晚上8点到10点，加2，哎，加2人比较多，其实都好。Leona257说，小抖一个朱大，想问朱大以后如果讲历史，会不会讲到灵异鬼故事之类的内容呢？朱大新年快乐，加1加2
+1，目前看到+2比较多。威尼斯2025说新年最后一斗，大家苦日子还要再努力撑下去。那个人完全没有下限，感觉没有尽头。坏掉了强化人间说最后6分钟，先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避免等等网路卡了。可以+3都直播吗？朱大先别说，小弟先滚。哦，OK。宝谭华说+2，希望老朱先把喉咙治好。好了，剩3分钟哦。台北这边不知道下雨下怎么样？我下午出门的时候到处塞车，而且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第一家咸酥鸡排到爆炸，已经变成从后门出餐了。而且之前怎么又有人讲阿妹演唱会，阿妹很瘦，又有人讲她很胖，到底干嘛？而全部人几乎都在看台东跨年直播啊！啊，我肚子好饿，我等下想要去吃，等下想要去吃水果。张韶涵，张韶涵这一次在台湾，哎，考在哔哩哔哩，妈嘞，更偏啊！现在跨年一定是对岸直播很嗨呀、哎，台东今年的大咖有阿妹，然后有阿令，然后有谁，不知道。黄博元说：“各位大哥大姐、帅哥美女，新年快乐！朱大 I715182，新年快乐！希望+3能多听朱大的直播，祝大家平安顺心、幸福美满。” This is Almighty，哎呦，老网友，好久不见了。And to make an end is to make a beginning。朱大新年快乐！威力说祝朱大人的猪友2026年平安健康。Elvin OK 说，我住过大直北安街。哦，我现在好像改到明水路去了。千 U 炮说祝众宅们新年快乐，2026平安健康。邱若珍说宜兰不，基隆雨下不停。Angela CY 雾说谢谢朱大用知识陪我们跨年，2026祝大家平安快乐健康。我也希望这样。没有，我个人希望不要讲传统的东西，就是我希望历史能够有不同的切入点。我希望，譬如说我谈墨家，我希望知道墨家的工程能力到底有多强，为什么会就他一个在战国跟春秋时代发展那么强的工程能力，而且为什么呃后来就几乎被完全消灭？威力说祝朱大人的猪友2026年平安健康。那这个说希望能够+3，能多听朱大的直播，祝大家平安顺心、幸福美满。柯和风说欢迎加入社会宅。符号录影说倒数1分钟，这个哎已经过了呢。祝福初大跟众网友新年快乐，难怪附近有一顿放炮声。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林奇宪说祝大跟各位网友新年快乐啦，新年快乐！好啦，这个旧的一年送走了，各种各样的无奈，希望新的一年大家可以开开心心，也就是不管环境怎么变动，我们大家要吃好的、喝好的，照顾好自己，吸收正确而且开心的资讯，然后保你在大风大浪中度过一切。一茂一说大家新年快乐，他姑哈哈留了一个贴纸。柯和风说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持续输出，哎，输出很多好不好？看到名字都跪下说你抢了历史歌饭。Jessica 说朱大以后会请来宾吗？我跟你讲，有很多事情很无奈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潜规则，不是我要不要请，而是有没有人要来。我没有任何意见，那但是众多的不方便跟众多的摩扣里不是我的问题。雷安说新年快乐，各位同胞们。基隆还有传鸣声，有传的汽笛声，请各位好好活下去。哦，网络要卡了，卡了，卡了，然后卡鲁比克尼。老朱新年快乐，平安回家，干真卡嘞！妈的！可是我好想要度过卡顿的时间，然后再跟大家说拜拜。片手剑 D8L 说：“恭喜你各位，2026啊，正式进入红感2年。2026的字就是赶，我们要赶叫老赖踢红感。2026祝各位身体健康，学业进步，事业顺利，吃得下饭，睡得着觉，来尔红感啊、哦！你看，就是讲的这么开心，导致我很有可能被抓，好不好？到处转圈圈呐、哦，我们到12点5分，好不好？如果你还听得到的话，我们到12点5分就正式跟大家说拜拜，开不开心？而且我发现在家的那个灯真的不够，而且我也希望我们家里面的网络可以赶快好，但是因为还没有空去申请中华电信搬家，那所以这个谢谢各位网友的支持啊！我们希望大家2026年一切都好，我希望可以多睡一点。我最近每天都睡得不太够，我下午去剪头发剪到睡着。哦，石小姐还说老朱回家呗，大家新年快乐！我现在就在家里呀、我现在就在我的卧室直播呀，好不好？我现在就在我的卧室直播。好啦，这个卡爆，那就跟大家开心说拜拜了，好不好？谢谢大家，那我们明天见。明天中午你总是可以起床了吧？对不对？你可以起床了，你就不要怪我到底有没有做直播。那我 calling 说靠北我抖不出去，那你就等明天再抖啦，好不好？这个我自己的规法。好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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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挥哈夜影说进来就说拜拜，哎，我们已经撑很久了，好不好？都撑到12点5分了嘞。好了，拜拜拜拜，请大家也要开开心心的过哦。好啊，拜拜拜拜，Happy 2026，谢谢。